我装了12年病秧子，昨晚一拳轰碎千年白玉阶，今天偏为最后一碗头锅羊肉面，跟新城贵公子死磕。他甩一锭金子抢面，我拍2锭砸桌。姑娘家应该有些仪态。我假装滑倒拍他麻筋，端起面撒腿就跑。我没空跟他耗。我那觊觎沈家镇魂谱的未婚夫，正带着绿茶拆我家护院阵法，今晚就要活取我灵骨。可我万万没料到，那个被我坑惨的贵公子，会在我准备掀翻全场的瞬间，神兵天降，现蓝风踏风而来。各位，欺负我的人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街坊如果看见了，那下巴不都得惊飞。千年的白玉石阶被我一拳砸碎，夜深人静，恰好是练功好时候。天天扮着没修为的病秧模样，简直要把人憋疯。要不是我娘天天盯着，谁爱演这种破戏？等明天抢到面铺头锅那碗招牌羊肉面，那才叫舒坦。婢女小桃满脸叹息：“您轻点声，要是被夫人听到，又要罚您抄写女仙的规矩了。还有您这拳，再这么打，后院的名贵玉阶都要被您给毁光了。”我刚准备顶嘴几句，耳朵突然一动，院子外的隐藏阵法让人拆了，4个黑衣人越墙进来，落地没声，直奔我家书房。月亮正好从云里钻出，清清楚楚照亮对方长相，居然是我那未婚夫婿惊鸿仙派的大弟子楚玉晨，后头跟着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柳苏苏，还有2满身杀气的同门。4个人撞见这幅场景，瞬间呆在原地。这可是高级修仙者也很难打碎的白玉阶，而我呢，只是个风一吹就倒的沈家大小姐，脑子飞快转了个弯，立马按住心口，直接晕倒。有贼！小桃，快护住我！我好怕！刚才不知道是谁丢了块废铁进来，把台阶都打烂了。楚玉晨表情变了好几回，眼里闪过些许怀疑，却马上硬装出亲切的笑容。会议莫慌，是我。我看你家书房有人影，怕坏人闯进来，没成想反倒把你吓着了。原来是玉晨大哥，真吓坏我了。我按住心口，一个劲儿喘粗气。小桃搀扶着我起身，只是你大半夜领着师妹和同门翻进我家后院里头，这事传出去，恐怕有损大哥跟门派的清白名声。柳苏苏往前走一步，娇滴滴伸手：“慧仪姐姐，大家也是不放心你，姐姐手怎么这么凉？是不是吓着了？”她手指刚要挨到我的手心，一丝隐蔽的黑气就顺着摸了过来，想摸清老娘的底细，休想！我赶紧把手一缩，刚好躲开她触碰。苏苏妹子，别碰我！我眼圈更红了，可怜巴巴地盯着她。我被吓得浑身直哆嗦，就怕坏了规矩。柳苏苏指尖聚起的黑气扑了空，楚玉晨眼神里疑虑重重，却抓不到点把柄。偷跑进人家院子本就不地道，要是闹大，他咬紧牙关。是我太冒失了，会议好好歇着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说完，领着3人匆匆翻墙跑了，身影融入夜色。我朝着他们离开的方向狠狠翻了个大白眼。就这，还想偷咱家丝竹镇魂谱和凤凰魂玉？我冷笑。大清早，凤翔面铺门前那长队伍的最后边。大小姐，昨晚楚公子确实没看出来吗？小桃第18次追问这个问题。那玉阶都碎成那样子了。我用力吸了吸鼻子，半空中飘来一阵隐约的羊肉香，瞬间觉得浑身来劲，脑子里全是那锅翻滚的高汤。看出来能咋样？废铁掉下，老天嘛！搞笑！本姑娘压根没在怕，若不是嫌啰嗦，昨晚我就能让这4个白痴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小桃还想再说啥，前头的队伍一阵骚乱，掌柜嗓门极大。还剩3碗，今天最后3碗头锅招牌羊肉面。我身子快过脑瓜，早就下意识想往前挤，被小桃死死拉住衣袖。主子，醒下，醒下！没错，我是镇上头号娇弱女，咱这神符外表是弹琴大舞，实际是神鸟凤凰后人，祖祖辈辈看守地下魔印。咱家传神功，通天铁拳，3岁举石狮，10岁成高手。但我娘前任的凤凰大族长偏逼我装乖巧千金，为防止暴露守卫人身份，招来地下魔头追打。我演了10多年的病西施，全世界只有家里明白我的老底，排到我这，锅中就剩最后一点白汤在冒泡。最后一碗头锅招牌羊面，谁买？掌柜的大喇叭好似仙乐。掌柜，我要买，我天没亮就来排队了，冲呀，抢呀！一手把前边的人全给推开。不成不成，沈慧仪，忍住，你是个娇滴滴的笨美女，想想娘的女仙规训，想想剪子和针线。发愣时，一只大手把钱币递到了掌柜跟前。掌柜，这碗面我买了。
嗓音清脆。我死板的转过脸，早晨日光下，那公子穿的蓝底长衫，身板笔挺如松，侧脸轮廓利落分明，比画里的神仙还帅气。帅气归帅气，可……这位公子，这碗面是我先守在这儿的。那家伙早端过面，这碗面汤白肉香，飘着绿葱。哦，可先买单的是我，妹子估计挤不开这帮人，不如让灶房再给你下一碗吧。我死咬嘴唇，觉得牙根都在发痒。听听，这叫人事吗？头锅面的灵魂就在这头锅，灶房煮下的能对味吗？可头锅面就剩1碗，我的嗓音更加委屈了，泪水含在眼眶，看着真惨。这小子比我还能演，咋个这般不讲理？我算记住你，回头就拿针扎草人，拿凤凰针扎。小桃悄悄拉我衣角，靠在我耳边。主子，这貌似是大城来的谢兰峰少爷，江湖大盟主家的小儿子，老陈木匠天天捧的那位红木雕刻大神。他3年前就住咱这镇了。那个传闻里龙族护卫者，红木手艺和舞龙技术天下无敌，全江湖姑娘都恨嫁，却对谁都冷着个臭脸的谢兰峰。我瞅着他端走那碗面，悠闲走到挨窗最棒的桌子旁坐下，居然还朝面里浇了1小勺秘制辣油，味道更冲鼻了。谢兰峰抢面之恨，我沈慧仪记下了。往后这半个多月，我们俩成了面馆门口的雕像，天没亮就占座。谢兰峰抢到8回，我才抢2回，并非我干不过，是我绝不能当众显露真功夫。每回没抢着，我都会回家熬夜捡个谢兰峰模样的植草人，用凤凰针猛扎一顿。而谢兰峰次次都悠哉地坐在挨窗的老位子，瞅着我气呼呼地蹲在店门外。有好几回，我正冲着光秃秃的饭桌生嫌气，一盘切得极薄极细，冒着馋人油光的秘制烤鸭推到我跟前，我瞅着那盘肉，心里面拼命做着剧烈斗争，下嘴就败了。然而这烤鸭用的可是极品仙草，贵肥的好鸭，独门料汁腌制，听人说吃了能滋补全身筋骨，这味道分明就是在逼着我犯规，到头来基本是食欲和肠胃打败了可怜的尊严。谢兰峰就摸着下巴，嘴边那一抹笑意，怎么瞅怎么招人烦。这半个月就在抢面、扎草人、吃烤鸭、发脾气中迅速溜走。挨到这天晚上，我爹娘满脸沉重的从外头进家。辉姨，我跟楚少爷和惊鸿派老头商量妥了，你的喜日子定在半年后的双凤镇安魂大庙会。半年后安魂大庙会，正好是地底暗黑魔印能量最暴躁也最该封堵的时期。我猛然想起昨晚楚玉晨这帮人眼中那股藏不住的贪婪劲，他们熬不住了，而我娘正亲手把我送进那个会吃人的坑里。喜事刚在镇上露出一点点动静，做女就登门了。辉姨姐，她一瞅见我，马上小步奔过来。苏苏来晚了，姐姐不生我的气吧？我正被我娘摁在堂屋里苦练绣花活，针尖差点扎进指甲里。听见这话，我扬起一张照样病弱的脸。苏苏妹子说的什么话？赶紧进。路上受累了吧？来了，带着她的虚伪做作凑过来了。半夜爬墙的女贼，这会儿装可怜虫给谁瞅啊？我娘果然心软的一塌糊涂，站起握住柳苏苏的手。瞅瞅你苏苏妹妹，多讲究规矩，哪像你，成天就惦记着吃破面。柳苏苏马上低头扭着衣裳，嗓音更柔弱了。姨母别这么凶姐姐，姐姐身体虚，是得多吃点好的，哪像我，打小就成了孤儿，跟着师傅过活，瞧见姐姐有您这么好的亲娘护着，实在眼红。话没讲完，眼圈又泛红了。我娘顿时母爱大爆发，拍着她的手当成活宝贝哄。真是个苦命丫头，以后多来逛。辉姨，你也多照人家学学。我照学个大头鬼。柳苏苏顺水推舟，把那可怜巴巴的眼神望向我。辉姨姐姐，我这回来，一是想贺喜姐姐好事要尽，二来也是想当个妹妹帮衬玉晨大哥点忙。姐姐把心放宽，我绝不会来跟姐姐抢人的。好家伙，以退为进，装蒜的经典套路。我娘瞅我的眼神，马上带起了打量跟警告的意味。我扔下绣花套。妹子扯哪儿的话，玉晨少爷对你怎样，那就是亲妹妹。你能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高兴个锤子！你俩趁早绑定，别来搅和老娘的安稳日子。柳苏苏在咱家一住就是半月，天天姐姐长姐姐短，哄得我娘把她看成了自己亲闺女，而我就多了个跟屁虫一样的乖妹妹。这天她硬要拽着我去镇东的龙狮木雕店，说想去见识谢兰峰少爷的神迹。谢兰峰，那
那个抢我头锅面还浇辣油的衰人。姐姐不想去吗？柳苏苏眨巴着装纯的大眼睛，听闻谢少爷刻的龙狮化眼就活，太神了呀！玉晨大哥也讲，谢少爷是年轻一辈里的顶尖高手呢。柳苏苏捧谢兰峰，黄鼠狼给鸡拜年罢了，我倒要瞅瞅这心机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木雕店里木屑乱飞，散发着好闻的檀木和仙树香味。谢兰峰正站在宽大的原木桌案前干活，蓝色袖口卷起，露出肌肉匀称的胳膊，专心雕刻一件没干完的红木龙头。柳苏苏嗓音小得像蚊子叫。谢少爷。谢兰峰眼皮都没掀。柳苏苏从袖里掏出一个做工精巧的淡黄色香包。少爷天天雕木，太伤脑筋。这是苏苏亲手缝的安眠香包，里面装了养神的仙草，期盼能帮到少爷一些。我靠在门框边抱手看戏，哟呵，两头骗，一边冲楚玉晨演非你不嫁，一边冲谢兰峰装害羞小可怜。时间管理大师啊，妹子！谢兰峰照旧没抬头。不用，我不需要外物安神，姑娘请随意。拒绝的干净利落，柳苏苏递出去的手停在半空，十分可怜。我顺势走上前，妹妹没事吧？谢少爷就是这副脾气，并非冲着你。柳苏苏借机靠向我，辉衣姐姐，我只是，我清楚我不该胡思乱想，我就是眼红姐姐，有玉晨大哥那么棒的婚事。又来这套。傻妹子，你这么乖，肯定能找到真心对你好的人。比如楚玉晨那种人渣，你俩刚好凑一对。谢兰峰那边总算停下了手，他难以察觉地挑了下眉，嘴角好像极轻地翘了一下。离开木雕店，姐姐，你看那边就是凤翔面馆，听说他们家的招牌羊肉面可好吃了，我们去尝尝好不好？我心里警钟长鸣，面馆我的地盘，脸上却笑得没有破绽。行啊，刚好我也有些饿了。来到面馆，又到了抢面环节。谢兰峰不知何时又坐在了老位子，柳苏苏乖巧地坐在我旁边，小口吃着面，目光却时不时瞄向谢兰峰。吃完面，柳苏苏突然摸着心头，姐姐，这里有点闷，咱们去湖边溜达可好？湖边安静，杨柳飘飘。柳苏苏找了个石凳坐下，从贴身布袋里拿出一把小巧的玉琴。一开始琴声清脆，像山里小河，慢慢的调子一转，带上了一点黏黏糊糊的悲凉。寻常人听来只当是少女怀春，心思翻腾，可那悲凉的尾音里藏着一股极其隐蔽的阴冷邪气。这股劲我太熟悉了，跟咱家贝贝看守的暗黑魔王散发的魔力一模一样。他果真是暗黑残党。柳苏苏弹琴的模样还是那么娇柔迷人。姐姐，我弹得挺差，你可别笑话。我手心直冒着冷汗，脸上却挤出一个夸奖的笑意。妹妹琴技这么好，哪有笑话一说？就是这曲调，听着有点心酸。柳苏苏手指一停，琴声瞬间断了。她低下头，对啊，有些陈年旧事，总控制不住伤感。楚玉晨的贪心，柳苏苏的黑气，半年后的安魂大庙会，还有地下那越来越暴躁的魔印，全部细节都在这个表面虚弱的小丫头身上暗暗凑齐。远方划船的吆喝声模糊飘来，柳苏苏收好琴，热乎地抱住我的胳膊。姐姐，咱们回去吧，姨母该等心急了。她拉着我冲着沈家的大门走过去。经过凤翔面馆时，里头传出炖煮羊肉的浓浓香味。面馆掌柜就在门外。沈大小姐，柳妹子，明天端午赛仙船，河边人多，早点来呀。行啊。他扭头瞅我，姐姐，明天咱们一块去瞧龙舟吧，肯定很热闹的。他指尖装作无意刮破我手腕死穴，一缕几乎没法发觉的冰冷的暗黑邪气一碰就缩。我看着他的笑脸，也笑了。行啊，绝对特别热闹。过端午这天的双凤镇，赛仙船的河道两旁边黑压压塞满了人，半空中飘散着艾草、雄黄、鲜果糕点的气味。我被小桃护着，好歹挤到靠河一个卖熟食的地摊前。老板刚揭开一锅蜜汁鸭，黑红的肉汤咕嘟冒泡，浓烈的香味马上勾住了我的鼻子。掌柜，来只鸭腿。得嘞。我双眼放光。沈小姐，您今天来得巧，这锅火候正棒。掌柜动作飞快地切着，恰好此时后边人堆猛地一挤，不晓得谁大喊了一嗓子：“仙船来啦！”我整个人被顶得朝前一摇晃，绣花鞋险些踩进烂泥坑，一把刻画着复杂花纹的仙木船桨拦住了我的步子。那木桨黑沉，微微有仙光闪过，一瞧就是比赛。
仙船上的零件估计得1000斤重，什么烂木匠妨碍老娘买烤鸭？我脑袋里全光是那只溜溜贼香的鸭腿，想都没想，左手一探，五指抓牢，腰肚子上瞬间用劲，起开！刚抓到烤鸭，扭头就碰见了谢兰风，他穿着蓝底长衫，正憋着坏笑的盯着我。我吓得手一放，划得地面裂了好几道，当即捂住腰，装作被木匠砸到的模样。哎呦，真疼！边上的人立马围了上来，冲着千斤沉的仙木船桨说个不停。我的娘！这木匠1000斤沉吧？咋个就掉了？没砸着沈姑娘吧？这沈姑娘底子差，哪能受得了这个？怪了，刚才貌似瞅见沈大小姐单手。就在大伙起疑的功夫，谢兰风冲着大伙笑着圆场：“大伙儿搞错了，刚才是我替沈小姐端了一把木桨，手滑没抓稳掉了，反倒惊着沈小姐了，是我的不对。”讲完还递了条手绢给我。沈姑娘力气挺大，就是藏得太急了。那指头微凉，碰得我手背发麻，心里简直翻江倒海。谢大少，你瞎讲什么呀？我哪来什么蛮力？刚才就是被吓坏了。他果真早就看透了，这人眼睛是齿了，还是长了透视？我的病弱形象，我的镇上头号病秧子名气要碎成渣了。谢兰风光是瞅着我，眼底那股笑意更浓了点，没再出声。而这回，附近茶馆2楼的包间窗户旁，柳苏苏拽了拽他的衣袖：“玉晨大哥，你刚才全瞅见了吧？”楚玉晨的双眼死死盯着河边那对情侣，脸色在日头下显得直发。他亲眼瞅见沈辉仪单手抓起，右手滑摔下木桨，更瞧见谢兰风护着我，递手帕，凑近嘀咕，那场景扎眼得很。辉仪姐力气好像真的很大呢，那木桨哪怕是一般修真高手，估计也得2手才能搬动吧。还有谢少爷，他俩貌似很亲热。玉晨大哥，旁人会不会说闲话啊？楚玉晨脸色更黑了几分，手下者，辉仪胆子小，没准是着急上火爆发了神力。至于谢兰风，纯粹是顺道搭把手。话是这么讲，他脑海却很不凑巧的又闪出那晚白玉台阶碎裂的场景，半夜砸街，白天举奖。沈辉仪，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是我不清楚的？可不管咋说，我得动手了。茶馆下的乱子慢慢散场，正好接着被吓坏的缘由，躲开了人群，独自躲进了一个长廊。刚站稳，身后就响起了不快不慢的走路声，不用转头也清楚是谁。我猛地回头，瞪着慢悠悠走过来的蓝衣人，再也没法稳住病弱表情。谢兰风，方才的事，你不准向任何人提，半个字都不准。谢兰风在我跟前站稳，盯着我，极其痛快的点了点头。行，我不讲。我舒了半口气，还有慢悠悠加一句。只是，沈姑娘下回演示蛮力的时候，千万留神着边上的眼神，不是回回都有人能替你把千斤桨赖成手滑的。我死死攥紧手中手绢，死瞪他，打算放句狠话，却发觉自己除了烤鸭把柄，好像没啥能拿住他的。谢兰风倒转过身，瞅着廊外的河面，仙船比赛的鼓点模糊飘来，他侧脸在停下光线中看着有点发虚，嗓音也淡了点。端午安康，沈大小姐安心看大戏。我顺着他的眼神瞅去，河面上龙舟狂奔，岸边人声嘈杂，一派热闹非凡。可我明白，某些极深的暗流已藏在这片喧哗底下。眨眼到了双凤镇安魂大戏这天，镇中心的大台下人头攒动，楚玉晨一身长衫，站在台上冲我温柔发笑。辉仪，今天咱们双剑合璧，准能惊艳大伙。你别害怕，有我在。他眼里那股掩不住的狂妄和心机，在我瞅来扎眼又滑稽。我轻轻点头，手里摸过祖传的琴。行，全听玉晨大哥的。凭你这点破套路，我早就玩腻了。走着瞧，刚碰琴弦，冰冷发滑的触感，连带一股微弱的腥臭冒出，是散功药。前辈故意磨得极薄，最损人的是弦上还缠着一丝冰寒的黑气，真是绝，两头使坏，这是想彻底毁了我，再让我当着大伙面丢脸。我义无反顾地走上台，我立刻缩回手，嗓门带上点哭腔。哎呦，仙哥破手了，真疼！可怜巴巴地瞅着台底，台下立马炸了。楚玉晨马上靠前，满脸忧心地假扶着我。辉仪别慌，不要紧，怪我没用，没提早看着琴，咱们先下去。就在我顺着他的手劲，打算娇弱地走下台那会，一股好听如水的嗓音冒出：沈大小姐琴坏了。谢兰风不知啥时抱着一把木琵琶上了台。我这正好有把红木琵琶，是我亲手做出的。沈姑娘若不嫌弃，不如试一试。
我抬头瞅他，他递过琴来时，细长手指在琴头悄悄地敲了3下。我心里猛跳，眼神快速瞟过琴的暗处，像头发一样细的木纹，居然拼成我最拿手的甜笺曲法术正文。此曲正是《双凤安魂曲》里最能赶走黑气、定住心神的那一首。我接住这琴，手指摸到热乎的木面，一股雄厚正派的仙力就顺着手指暖和地传了过来，立马赶跑了那股打算坑害我的阴冷。多谢公子。我抱着他这把红木好琴，又一次站到台前时，手指拨动，头个曲调就像泉水敲石头。那不光是曲子，更带着某种古老调门与保卫力量的强烈呼应。慢慢的，台下大伙好像看见了虚影，闪光的凤凰影子跟着曲子满天飞舞，鸟鸣不断。半空中那丝阴冷黑气被清扫一空，一首弹完，全场安静，接着爆出打雷般的叫喊跟拍手声。第一，铁板钉钉。下台那会儿，楚玉晨脸早就黑成焦炭，谢兰峰却不知打哪掏出一块放像石，仙力一催，一段清楚的录像在天上。正是大戏前一天的半夜，柳素素偷偷摸摸钻进沈家琴房，冲着我的木琴细心瞎搞的画面，柳素素立马脸白如纸，身子发晃。谢兰峰顺手把放像石从楚玉晨脚下一扔。柳姑娘，比试前一天，你悄悄进沈小姐的琴房，动了她的琴弦，下了散功药，又涂了黑气，这破事儿，你想跟你们门派掌门好好盘盘吗？没这事儿，谢大圣，我没干。柳苏苏泪水当即狂流。是玉晨那个局是我去的，是他叫我干的。楚玉晨脸黑如铁，猛地甩手。柳苏苏，你瞎扯啥玩意？我啥时候叫你去的？你自己心眼毒，还想把黑锅甩我头上！柳苏苏让他吼得腿软，一屁股跌地上。我懒得再看这出狗咬狗的破戏，搂着那把红木琵琶走到过道僻静处。谢兰峰靠着一根柱子，手里玩弄着剪纸，那纸人蹲着普通马步，粗糙却奇怪的眼熟。我心里猛然一惊，他抬头瞅我，眼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。我不仅清楚楚玉晨动了你的情，还晓得沈大小姐半夜在后院练功，拳头重得很。我瞬间发懵，弄半天这家伙早就把我给摸透了，害我白天扮娇弱，扮得这么受累。原来我那些半夜苦练，全变成人家的睡前消遣。他盯着我立刻傻掉的面孔，笑得更欢。沈大小姐的拳比你那破歌还要精彩。我低头瞅着手心那张粗糙的练武纸人，那是凤凰一族的神曲。你家才唱破歌呢。不过他明白的究竟有几分？刚安生没2天，老陈木匠的龙狮木雕店给3届雕刻大赛攒的极品梧桐木没了货，谢兰峰得去天目山动木材。这原本没我半点事，但我听闻山里最近有暗黑邪教扎堆，凭谢兰峰的长相，那副白净模样，要是被抢去当了山寨姑爷，再说顶级的梧桐木刚好能给我爹那把旧琴身换上一块好板。所以我冲着我娘擦了大半天泪，说想替长辈去山里的静心庙烧香求神。我娘愁眉苦脸，山路不好走，你这破体格，有玉晨少爷和谢少爷跟着，没事的。哈，我愁的是坏人不够我揍。楚玉晨顺理成章跟着，假惺惺说护着我。柳苏苏演技炸裂，一会说从小在山里长大，认识好路，能替谢少爷引路，一会又照顾不了自己，硬拉着楚玉晨衣袖喊怕。谢兰峰光是冷冷扫了他一眼，那目光阴森森的。柳苏苏还不死心，我发誓不捣乱，只跟着。不用，山里妖怪多，柳妹子这么娇贵的身体，还是镇上安稳。楚玉晨赶忙来圆场，苏苏跟着我走就行。辉毅，你若乏了就提，咱们歇歇。队伍就这么凑齐了。这一路，柳苏苏不是拐角就是发晕，不是叫楚玉晨搀，就是想让谢兰峰驮，还时不时讥讽我底子差，还来山里捣乱。柳苏苏坐在楚玉晨叫来的轿子上数落我：沈姐姐，这山路难走，你如果是骑不动马了，不如让小桃骑马带着你。我差点就憋不住了，再废话，信不信老娘把你这轿子举起来，丢下山当球玩？谢兰峰骑马走在最前头，偶尔转头，眼神扫过咱们这边，总能贼准的盯上我那弱不禁风的假戏，接着嘴巴难以察觉的一翘，那笑惹得我后槽牙发酸。柳苏苏当然也瞅见了，眼冒绿光，她偷摸掰碎了袖管里的一块报信玉佩，我就当没瞧见，总算叫来暗黑老怪了。刚好新仇旧怨一块解。大伙走至一个葫芦嘴一样的山沟，周围山崖笔直，树林子黑的有点太吓人。带头的谢兰峰突然伸手，所有人马立马站住。半空中一股时断时续的血腥味掺和在花草香味中。防备！谢兰峰提醒。果真周围林子里跳出20几个坏蛋，全拿着奇形怪状的邪刀，领头的是个瞎眼壮汉。
众女子恐马匹受惊失控，匆忙下马。柳苏苏心生惶恐，慌乱出叫：“这山是我占，仙草财宝全都留下，男的捆住，女的嘛，嘿嘿，特别是那个姓沈的软妹子，还有那个长得比神仙还帅的少爷，都给我弄回山沟里快活！”楚玉晨挡在柳苏苏前头：“放！惊鸿大派在这儿，还不赶紧滚蛋！”柳苏苏顺势叫出一嗓子来，躲在楚玉晨后背，眼睛却贼溜的跟那瞎眼老大碰了一会儿，又马上挪开。谢兰风早就跳下马背，那把看着寻常的刻木刀闪过金龙仙气，变成一把宝剑。他步子一拐，把我护在身后。要抢，先问过我这把剑。我叫小桃搀着，正琢磨着怎么找个空当，无意间的干架。离我最近的妖贼看我病弱好欺，举刀就冲我砍来，带着呼啸的风。我搂紧怀中肉松，刀尖没劈到我，却死准地划烂了我抱在怀里的零食袋。焦黄香脆，撒着鲜芝麻的肉丝，天女散花般掉了一地。强烈的肉味和仙草独有的香味立马飘散出来。我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地上那堆沾了土的肉末。爹能忍，娘不能忍，废我零食能行吗？老娘不演了！我把小桃往边上大石头后头用力一推，脚走七星，腿扎龙狮步。我身子一闪，已像鬼影样贴近那砍坏我肉松的妖贼跟前。敢废老娘肉松，找死！那妖贼明显没猜到我这软妹子动作这么吓人，我右拳后缩，脊梁像巨龙翻滚，通天神拳力道层层打通，拳头之上是浓烈至极的金红色神火，一锤直直砸在那黑气护盾上，全力打尽，神火一烧，妖贼撞在山崖上，瘫软滑下。谢兰风和楚玉晨都停下了手脚，冲我望来。我没停，脚踩九宫，身子像风，拳打连招，拳头大开大合，妖贼拿刀死挡，被我连人带刀锤飞。另一个坏蛋想从旁边下黑手，我头也不回，反手一拳，10几秒，绝对只有10几秒。冲在最前头的7、8个坏蛋早就东倒西歪，剩下的被我这功夫吓得呆在原地，没法动弹。我顺手从边上的仙树上掰下一根粗大树杈，指着他们：“还打吗？”瞎眼老大腿一软，当场跪了。他磕头如捣蒜：“女侠，神仙饶命！弟兄们有眼不识泰山，绝对不敢了。”剩下的妖贼也回过神来，呼啦啦跪了一地。接着我慢半拍的回过神来，糟了！我死板的扭动脖子，谢兰风就处在不远处，他手里的剑早就变成了木刻刀。起初的惊吓早就没了，换来的是一种压根不加掩饰的看戏。我脑瓜一片空白，我本能的抬起胳膊，打算捂住心口扮可怜相，可是谢兰风已经走到了跟前，伸手摘掉我发髻上不知啥时落的一片败叶。沈大小姐，这一时着急的本事，比那个惊鸿派的楚大少强多了。闭嘴！快别吭声！谢兰风，你真是个大坏狼！我江南第一软娇娘的假皮！我抬头看了看四周，全都完蛋！刚才那几个跑偏的坏蛋被谢兰风给拎了回来。妖贼头领死死瞪着躲在轿帘后头的柳苏苏。是他给我们50高级灵石定金，让我们在山脚下埋伏，说只要毁掉沈大小姐的灵骨，就再给50块，还说让我们把那个漂亮少爷抓走。我们有他的报信符当证物。那灵石上面的灵力波动假不了，正是刘府的云纹标记。楚玉晨的脸气得像绿皮青菜。苏苏，他讲的是真话。你真的跟妖贼勾结，要害徽仪？柳苏苏仔细涂抹的妆容被泪珠给冲花了，她一个劲摇头。不是那样的，玉晨大哥，是他们冤枉我没有，我根本不认识这帮人。她转过头瞅向我，徽仪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我哪会害你？眼神里全是恳求。我被小桃搀扶着，小声的开口：“苏苏妹子，我也想信你的话，可人家连你给的报信符都拿出来了。”我故意摆出一副很难办的表情，其实心里爽得要命。谢兰风处在一旁，慢条斯理的从袖管甩出一沓放像石，虚影晃动，全都是柳苏苏跟妖贼接头的物证。柳姑娘，这上面还有你的仙力标记，你还要狡辩？你进山前3天，成天去镇口那个茶馆跟妖贼接头，我早就查出你跟暗黑残党有来往。这回带你进山，就是为了现场拿人。柳苏苏瞅着那些放像石，整个人像掉进冰洞。楚玉晨瞧着证据确凿，眼里最后一丝好感也碎了，猛地冲向柳苏苏。柳苏苏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领你出来。心眼这么恶毒，居然勾结妖贼，暗害同门，还想对谢少爷使坏。
从今天起，别再喊我玉晨大哥，我惊鸿派没你这种败类。2个楚家跟班马上上前，把他关进仙传小黑屋，马上押回双凤镇，交给门派执法堂审问。是，少掌门。他经过我身旁时，气得牙根都要咬碎，那眼神像是将我千疮百孔。无妨，老娘皮实。经过这事，我在谢兰峰面前完全不演了，反正形象都碎成渣子，再粘回去也没意思。回双凤镇的路上，天色变黑，旅店后院灯火辉煌。谢兰峰陪我在院子练拳，他瞅着我的架势，猛地伸手，掌心按住我腰，热气隔着衣衫传过来。出拳那会儿，腰肚子，再加点劲，神火得裹在拳头上，龙师部的步子再稳一点，就更完美。我收回拳，抬头看他，心跳突然快一拍。你居然也懂功夫，合着你成天扮悠哉少爷，也是装样呢？谢兰峰乐着，递来一壶仙水。会点赶不上神女侠。我老脸发烫，抬腿踹了他一脚。不准乱喊，在外人眼里，我可是兵若千金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弱不禁风。他点头答应，笑得却更开心。那几晚我们整宿刻法器，熬到半夜里，肚子空了，就偷跑去吃羊肉面。羊肉锅冒着热气，羊肉片切得极薄，往水里一涮，口感极嫩。谢兰峰把他那碗里的肉全给我，自个儿喝汤。多吃点，还得赶账。真啰嗦。我低头猛吃，心里却热乎乎的。动身前，那对保卫小镇的龙狮法器总算完工。龙眼画上的一刹那，那木头做的狮子活灵活现。啥都备好了，该叫他们出去开开眼界了。各地龙狮盛宴按时开始，场子被挤得密不透风。谢兰峰披上一件精神的黑底短衫，帅呆了，姑娘媳妇都看他。他领着人马，后边是清一色精神十足的镇里精英。楚玉晨替金红派也领了队，刚好排在我们的大对面。他的眼神像带了毒的刺，隔一会儿瞟向我跟谢兰峰中间，特别是在我没留神险些滑倒，被谢兰峰极其顺手的拖了一把之后，我心头冷笑，急了，疯狗总算要撞墙了。果真，他身旁一个没名分的小弟悄悄溜进人堆，那边隐约有个罩着面纱、身子干瘦的人影。关进。瞧见楚家的束缚法阵，也困不住一张找死的皮。我的眼光扫过前头正在码放的龙狮木桩，那是用最结实的硬铁木打造的杆子，足有3丈。照着盛会规定，得在那上边耍出一串吓人把式。老爹当做镇上落坊老板跟技术骨干代表，负责了部分布局的策划。我当然也明白这些木桩的接头方式跟受力最强处，可是眼下凤凰血液带来的灵敏直觉让我发现有黑气。我悄悄使出一股神火仙气钻进，果真拼接的接口被人专门刮薄了大半，脆的简直一碰就烂。更毒辣的是，木头芯子里被画了一个极难察觉的爆破阵法，只要压身重量过了上限，或者是连着使劲踩它，魔阵就会炸开。不单这一根，我飞快扫过另外几根受力大木桩，大大小小都有同样的手脚，真狠心的毒计。这种想叫谢兰峰在众目睽睽下当场跌坏灵根，一肚子火直冲脑门顶，死磕就去捅破，没门。楚玉晨布置的几个托儿早就晃晃悠悠的凑了上来，只要我这时表现出不对，他们立马就会起哄，到头来反倒坏了大事。主子，咋办啊？小桃急得满头是汗。莫慌，我深吸一大口气，逼着自个儿镇静下来，脑袋飞速打转。就在此时，茂木大声的喊叫传遍会场：大吉时已到，请双凤仙镇龙狮队登庄。谢兰峰看了我一眼，我极其细微的冲他摇头，又赶忙用眼神暗示了下长木桩。他眼神一定，幅度极小的点了下头。他果真看懂了。楚玉晨那边也派上人手，是头神气的大虎狮，两边立马同时上桩比拼。就在谢兰峰的脚快要踩上头根被搞过鬼的硬铁木那会儿，我出招了。我整个身子打着跌往前扑，直直撞向那根受力主桩。沈姑娘小心！有围观的叫唤，一声发闷又吓人的脆响，那根被刮薄了接头的桩子从中间硬生生折断，而我就跟被反弹的劲猛地推开，娇气的倒在地上。真疼！我的脚，咋回事啊？沈大小姐撞折大桩子了！我的天，伤着没有啊？楚玉晨安排的那帮人刚想张嘴挑事，就被这猛然出现的意外声响憋了回去。楚玉晨本人脸当场就发青了，他旁边纱帽下的柳苏苏更是狠狠握紧了拳。谢兰峰动作奇快，几乎是当即就扔掉手头的武士脑壳。慧仪，咋样了？伤着哪儿没？骨头有事吗？我缩在他怀中，趁乱快速眨巴眼睛。动了手脚，法阵裂缝。谢兰峰眼神一变，马上明白，他猛地抬头盯着裁判桌和管这片地的陈老头。各位，请瞅这大木桩。他亲手放开我，快步走到那烂木桩边，把折断的茬子高高举起，给所有人瞅。这断口这么平，是有人提早用刀具削薄，木头里头还有歹毒的爆破法阵留下。
木桩里头猛地亮起一圈光，冒出让人反胃的阴冷邪气。不光这一根，劳驾老陈师傅，马上排查全部木桩。陈老头领着好几个木匠火速检验，越看老头子的脸越白。全部受理木桩，接头都被弄坏了，绝大部分都藏着这种要命法阵，只要人踏上去，用力跳几下，下场想都不敢想啊！这是要搞出人命的，是哪个王八蛋干的？全场算是彻底炸开，冒火、害怕、怀疑的眼神全都死盯楚玉成那伙人。说到底，能在上会前晚这么熟知木头结构还动手脚的，最大嫌疑就是对双凤镇承办权眼红的惊鸿派。楚玉成杵在那里，顶着大火的骂声，他张着嘴想洗白，却发觉所有把柄都指着自己，任何废话这会儿都没用。真逗呢，这对坏胚摆明了串通一气，早先还玩惩治关押的套路。柳苏苏就躲在不远处，手暗暗摸向腰上的跑路服。我靠在谢兰峰怀里，悄声嘀咕。谢兰峰马上理会，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逃。话没落音，周围本来看似闲散的盟会徒弟立刻动手，几十把亮刀出鞘，像铁桶一样把那对坏种围在里头。柳苏苏看后路被掐，干脆把心一横，哭喊着扑到台边。是他，是会议铁存心撞烂木桩的。他早就知晓得木桩被做了手脚，却不早讲，就是想搞砸这回比赛，毁了玉成大哥跟谢少爷。我真有他跟妖贼来往的心结，大火抽！他猛地从怀中抓出一封带着血迹的纸，高高举起。边上群众听见，瞎猜的声音瞬间响了起来。楚玉成也好像逮到了救命的稻草，眼神一亮，急忙点头哈腰。对头，肯定沈慧仪自个儿心肠太狠，瞧不得苏苏跟咱惊鸿派变好。我险些乐坏，真够般配的，命悬一线还得找我挡枪。谢兰峰搂着我的胳膊，稍微使劲，提醒我别慌。他一只手背着，另一手慢慢摸出一块闪着冷光的放像石。我看傻了眼，修仙宝贝极品放像石，在他这儿咋就跟大白菜似的？柳妹子，先别慌着冤枉旁人，先听听这里边的动静是谁讲的。一阵仙力震荡立马传开，把先前的谈话明明白白的显现出来。玉成大哥，等姓谢的爹下台，咱就赖是沈辉仪做的，回头沈家的木雕店跟镇魂书就是咱的了。等抢到凤凰玉石破了法阵，咱就把沈辉莹跟谢兰凤全灭了，不留麻烦。成，全照你讲的干。事成以后，我就娶你。围观大伙的下巴都快惊掉地上了。我的天，这分明是杀人夺宝啊！一环套一环，这女的心太狠了。哼，姓楚的也不是善类，靠女人吃饭还要取人性命。楚一晨脸白如纸，脑门上的汗珠子哗哗往下流，一把推开了柳苏苏。是他，全是柳苏苏自个儿的想法，是他吓唬我的，我压根不清楚他想做什么。我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翻脸的劲头简直是演戏圈里的头牌。柳苏苏满脸呆滞地瞅着楚玉晨。楚玉晨，你讲什么胡话？分明是你跟我一块琢磨的，你眼下竟然全赖到我身上。我被谢兰峰搂着。楚少爷，柳姑娘，你们甭吵了，正词正武全齐，谁也溜不掉。我随手一招，小桃立马捧着盘子走来，盘子里搁着几片木皮和一根丝线。每一处大木桩全有咱家专门的凤凰标记，做了手脚的木棍上明明白白的沾着妖贼手中的碎木皮，还有柳苏苏缝香包用的花丝线。裁判也挺不住了，我交代，全交代，是柳苏苏给了我500块极品零食，叫我帮着冤枉沈姑娘，还让我在大家比武的时候存心装瞎，看不出问题。柳苏苏一下就呆了。楚玉晨瞅着他，眼光中全是恶心。他赶紧往后一跳，大声冲赶到的惊鸿派弟子吼叫：还发什么呆？把这串童妖贼暗算同门，毁掉咱门派清白的疯婆子给我捆了，马上送去仙盟大牢，照最狠的规矩办了。他又转过身子，冲裁判席的几个老头用力鞠躬。这事儿全怪柳苏苏一个人的干系，跟咱惊鸿派大部分徒弟没关系，更跟我爹没关系。玉晨管教不周，看错了人，甘愿领罚。他想来个舍车保帅。柳苏苏被仙会徒弟狠心的拧着胳膊捆了。楚玉晨，你死有余辜！
你们全都得遭切切！可是压根没人在搭理他，他像一只过街老鼠，被拽出了吵闹的场。楚玉晨也被惊鸿派长老带走。闹剧收场之后，夜色已经很深了。谢兰风顶着大火那暧昧又和善的眼神，直接把我背了起来。那个，我其实能走路。我趴在他宽大的后背上，小声嘀咕：别乱动，吸得眼泉，身相交集。行吧，我放心的趴着，闻着他身上冷松一样清爽的味道，闭目养神。今日这回扮柔弱，虽说差点搞砸，但这结果真够本。进到别馆，他顺手把我搁在软床上，跟着半跪在地，掀起我的裙边，小腿处果然撞紫了。他也不知从哪掏出个白瓷盒子，挑出一点冰凉的药膏，手指暖暖，力道适度的按在淤青上，微痛过后一身凉。他那长睫毛在眼底打下一片黑影，满脸全是认真跟柔情。房间里静的只剩咱们两个的喘气声，他揉得挺仔细。又帮了我一回，慧仪。他扬起脑袋，那对总像装着星星跟大海的眼睛瞅着我。我该咋报答你？我瞅着那张近在跟前的脸，脑抽了。要不以身相许？讲完我就想剪掉自个舌头，叫你乱讲，叫你嘚瑟。谢兰风呆了一秒，马上乐了，跟着在我吓坏的注视里，他慢慢低下头，暖暖的嘴唇轻点在我紫掉的膝盖处，碰下就走，却像一阵细小的麻电，瞬间打从膝盖传遍浑身关节，把我整个人电懵了。行了，以身相许，沈姑娘可要言而有信。我当即愣住，我就瞎说一句，他咋个就点头了？这走向不科学。我的脸刷一声红透了，烫气直冲天灵盖，准保红得像熟透的大虾。我就是逗着玩，胳膊却被一只热乎有力的大手拉住。他稍微使劲，把我的手拽到他心窝的地方，隔着衣服能发现他心脏乱跳。我没在讲冷笑话，慧仪，我看中你了。我满身僵硬，扎进他那双满是严肃跟爱意的眼神里。那头回在面铺里头，瞅见你明明买不着头锅面，气得暗自翻了个白眼，回过头却还要冲着掌柜装可怜的那会儿，就相中你了。我的喘气完全停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惊鸿派的处理结果就响遍了双凤小镇。楚玉晨被惊鸿门派抓回山头，大徒弟的名号当众给撸了，仙根被锁了3成，罚在成天冷风狂吹的撕过牙待够1年。这种处罚真不算轻，基本断了他往后争抢掌门之位的希望。提起柳苏苏更惨，他被带往魔会牢房，原本得挨9幽雷劈的罚，哪成想那魔教的老兵居然冒险跑来，把他给抢走了。自此，江湖再没惊鸿门派那个娇滴滴的柳师妹。黑教大佬手下多了一名拿怨念刀犯的魔头。这年过冬早的初七，漫天大雪堵住了山道，谢兰风去那处拉一批烧透的红木灵气粗胎，本来就是普通买卖，哪想柳苏苏提早得了风声，串通暗黑教头下了圈套，几十口魔教打手把谢兰风困在妖窑里，并且拿困龙阵伤了他人，禁了他的龙族法术，把他捆在了困龙木上。信儿传回沈家那会儿，我正窝在暖房里吃烤鸭，那鸭腿直冒油，外皮酥脆，肉质软嫩，我才咬下一大口，香得满嘴是油。小桃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。主子，妖贼的人带话讲，要想少爷活命，就拿沈家的镇魔乐谱和凤凰法玉来说，只许你一个人来报废妖窑，敢多带人，就马上碎了他的龙珠。我把吃了一半的鸭腿丢回了碗碟，小桃吓得脸全白了，扑通一下跪在屋里。只有这，不能去，总长官去求盟会的人搭把手。我站起步子，走到墙根，伸手拿掉那把平日里光用来抽门面的木琴。等大火来，谢兰风就没气了。暗黑魔头柳苏苏，你们敢碰我男人，今日把你们这破妖窟铲平了！报废妖窑比我寻思的更惨，里面10几个魔教打手守着，谢兰风被绑在中间的困龙木上，露出下面流血的伤处。辉爷，快跑！这儿有坑，别管我，快逃！瞅着他带伤的模样，我眼里的冷意猛地翻了上来，心里光剩一句：我的男人谁敢惹？魔教大佬坐在上边的石头凳上，瞅着闯进门的我，放声狂笑。没成想沈家大小姐真有种单独赴会，果真是为了心上人，连命都不惜了。曲谱带来了，我懒得搭理他，直接往谢兰风那儿走，却被几把刀子拦住道路。谢兰风冲着我大吼：辉爷，辉爷，别搭理这帮人，他们下了黑阵，你赶快走！我冲着他乐了乐，眼光柔和了些，立刻把木琴丢在地上，神火顺着指头烧到拳间，映红了边上妖贼发愣的脸庞。柳苏苏从黑影里走出来，手里握着一把毒刀。沈辉仪，你总算是来了，我盼这天盼了老久了。他一步步压过来，你不是挺牛的吗？
不是挺能勾搭男人吗？今天我就叫你死在这儿，把你这张妖精脸磕得稀巴烂！坏女人说人家是妖精脸，柳苏苏，我还当你想躲着没脸见人，咋的？跟了暗黑魔头，就以为自己又厉害了？若不是你，玉晨哥绝不会赶走我，谢少爷更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。柳苏苏大声嘶吼，全是因为你！今日我就要叫你拿血抵账！烦人精！我低声冷哼，右腿朝前踩出半步，底下的石板砖当即碎裂。魔教大佬脸色大变，猛地跳起身，杀！砍了他！十几道黑衣人立马杀来，刀剑上的冷光闪成一片，困龙大阵的压力朝我脑袋包下。困龙木上，谢兰峰眼睛都快瞪裂了。我出手了，足底一踩，脚底石板稀碎。刚好拿这帮练练本事。劲风猛烈，卷带着亮红色的神火冲向了人堆，邪劲碰到神火，好比积雪撞上太阳，拳头打过的地方，全部石头都寸寸崩坏烧焦。换下个。我扭了扭手脖，余下的妖贼脸全绿了，谁还管得了阵势？哇哇喊着，砸出斜刀、毒钉、瘴气，全都冲我这边招呼过来。洞穴中顿时五彩斑斓，冷风嗖嗖，就是瞄得不太准，闪躲、滑行、转胯、出击。斜刀切在手臂上，连个印子都没留，钢针刺在背后，跟抓痒痒一样。我干脆不想躲了，凭着肉食直接冲入人丛。通天拳霸气侧漏，神火相随，铁拳打人的动静响个不停。叫你使毒教的放箭，叫你模样丑，还敢跑出丢人！一拳一位，一腿一帮，阴暗石穴中，我就好似到处乱撞的铁皮恐龙，神火飘过的地方全部倒地不起。不过几秒功夫，依然立着的坏人就剩2、3个，都还打颤着向石洞里头逃，瞅我的眼光跟瞧见鬼没两样。臭丫头，莫太狂妄！一嗓火大的喊叫传来，暗黑大佬终究坐不住了，满身骨刺，黑烟冒泡，聚集成一把硕大的黑色斜刀，冲我脑袋瓜砍来。凭你这点没用的能耐，也敢跑路面？我哼笑一声，不撤倒冲，一招最高效也最厉害的硬刚核心，对着那斜刀就砸了出去，拳头跟斜刀死命硬碰，神火打在暗黑老怪心口那堆最黑的血里关键处，他内身的骨壳片片碎裂。暗黑教头双眼瞪圆，不敢相信的低手，盯着自家前胸那个被烫干的深坑，内部本来跳动的黑色内核已变成碎渣，直接气得摔倒地。洞穴里边完全清静了，我常常呼出一股滚烫的气味，扭头向昆龙柱赶去。谢兰峰瞅着我过来，那对眼睛跳动着复杂的情意。没关系，我挪到他跟前，伸手打算扯碎这套结实的铁链。刚好此刻，一个人影从暗处里突然跳出，抹着冰冷毒药的短刀猛扎我的心窝。沈辉宇，你认命吧！我压根没转脸，身子以下意识动，转身闪开。刚好使那短刀挨着衣服刮走，接着左手向雷抓去，一锤死死拍在他拿刀的手背上，骨头砸断的动静特别响亮。柳苏苏惨叫了一嗓门，可眼里的风劲没丢半点。我不给他第二回空，当右手一下扣住他细长的颈部，柳苏苏被扣得脸皮发青，两手没用的撕扯着我的手脖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男人都稀罕你？我比你更想娇气千金，你分明就是个生来劲大的怪物！凭什么你落地就是神鸟血脉，我偏只能像个下水里的耗子一样偷生？我不干！凭就我眼下扣着你的喉咙，而你压根没招架能耐。楚玉晨把你当枪使，谢兰峰看都不看你一下。柳苏苏，你究竟在争什么？又有什么是归于你的？胡说八道！玉晨哥心里是有我的，肯定是被你勾引了。谢少爷也是一时。住口吧！谢兰峰不晓得啥时候早扯开了铁链，他丢出一本盖着仙会公章的秘密档案。你不服气，先瞧瞧你究竟是个什么人。档案打开，暗黑教主大弟子，刘府上门女婿柳元。往后再翻，是早年刘府跟妖贼私下买卖的记录。柳苏苏的降生日子被红笔画了圈，往后几章全是吓死个人的命案档案。你根本不是苏州刘府嫡女，你是暗黑魔头的私生女，当年被丢给柳元挂名养大。这些烂账，先会查了老脚，眼下人赃并获。柳苏苏，你串通妖贼，残杀同门，死罪难逃。这回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你！我放开扣着他颈部的手，他瘫倒在地上，连扬起脸的劲头都没了。就在此刻，仙会的帮手总算跑来。少爷，沈小姐！领头队长领着人靠前，谢兰峰晃了晃手，示意没啥。他的眼神转到我身上，从头到脚认真瞅了一回，
确认我没伤半根毛，那紧咬的牙关才稍微放松。我挪到他跟前，瞧着他沾血的衣裳和惨白的面孔，方才打架时那股疯劲头不晓得躲哪去了。心底那个位子软得稀里糊涂，又憋屈的紧，行得动不？他尝试挪了一挪，结果身子歪了一回，脑门紧皱，摆明了铁柱子和刚才的干仗费了他太多先力。我哼了一嗓子，没再啰嗦，使个猛劲，死准地把他横着抱了起来。摸着不错，挺厚实，可比愁着要轻点儿。旁边一下安静了会，仙会徒弟们全都看傻了眼，西南风也愣住了，耳朵以看得到的镜头染上了一片浅红。辉姨，快放我下来，我能行。少废话！我搂着他，忍不住嫌弃：谢大少，你到底行不？隔三差五被人逮，回回都得老娘救，你这般不行，往后上街得拴我裤腰上才成。我怕我一个不留神，你又让人抢跑了。他先是发呆，接着轻声的欢笑出来，怀里颤抖，暖和的气味喷到我脖子，有些痒。他干脆泄了力气，把脑门柔柔顶在我肩头。成吧，往后全赖你护着，沈全王。那还差不多。我吐了口气，小雪掉在他眼毛上，他闪了闪眼，抱着我颈部的胳膊，悄悄搂紧了点。我的里屋中暖炉熏得热乎乎的，谢兰风脱了外衣，趴在软床上，灯光黄亮，后背上有几条疤痕，鞭子冒着邪乎的青黑气。我指头抹着冰爽的药油，摸过他扎实的皮肤，他脊梁骨肉立马抽紧，嘴里憋出一声轻轻的呻吟。疼了就提嗓。我慢了手脚，不痛。他嗓音发闷，侧着脸枕在袖子上，灯影闪动，转和了他平常冰冷的线条。弄完最后一道伤，我正打算缩回胳膊，他却猛地反转手，死死扣住我的手腕，手指细长带劲，手心发烫。我停了手，瞅着他，他喊我名字，像绒毛刮蹭过心口。转眼，他手臂突然发力一拽，我没防备，扑到他怀中，撞上他厚实的大块胸肌。沈慧仪，我稀罕你。我瞅着他近在跟前，写满专注的眼睛，心里那只小兔子估计早撞晕了。我猛地乐了，伸手托住他的脸颊，在他眼神发懵中，低手在他唇上轻轻碰了一下。谢兰风脸都烧红了，如同弹簧般猛地坐起身。清楚了，往后我护着你。他嗓子眼滑了一下，胳膊搂紧我的腰肢。窗外头飞雪没声，屋里头灯火快灭，满屋春光。同一时间，双凤镇外头锁仙崖，楚玉晨躲在山洞墙角里，身上的长袍早烂成了要饭服。自打被除了大师兄的名头丢到这鸟不生蛋的地方撕过，他心里的怨恨就像杂草一般猛长。沈辉仪，谢兰凤。他咬紧牙关，若不是你们，我咋会变成这副德行？他巴不得生吞活剥，可身上灵脉被锁，连只雀儿都逮不着。就在此刻，洞外飘来一阵极小的脚步声。玉晨大哥，柳苏苏套着件黑色的披风，露出一张惨白却发笑的脸孔。楚玉晨眼光一变，抽刀指着他：柳苏苏，你居然还有脸来找我！若不是你，我咋会落得这步田地？刀尖戳着他的鼻尖。楚玉晨，你装啥算？混到眼下这惨状，莫非不是你自个儿贪心惹的祸？神府家业，惊鸿门派接班人，你哪样都想占，结果呢？能耐不够，能怨谁？你……楚玉晨被刺中痛脚，信不信我眼下就宰了你，拿你的脑袋向门派领赏，没准还能少蹲几天。领赏？楚玉晨，你还在瞎想？惊鸿门派那个老家伙最要脸皮，你串通妖贼，险些毁了门派名声。他没当众废了你，也是顾着情分。你还指望回去？小屁吃！柳苏苏扯开披风，露出左边心窝的地方。我压根儿不是哪门子苏州刘府的千金，我是暗黑大佬的亲闺女。我老祖宗就是被神府和谢府联手压在双凤镇地底下的，眼下我爹也被他们坑死了。你当真以为你早先盯上的沈家买卖，这罗月不算什么东西？那全不过是神鸟护卫拿来维持法阵、遮掩底线的幌子，是九牛一毛。柳苏苏眼里冒着发疯的火星。双凤镇地下关着上古暗黑老魔齐全的魂魄和最要命的魔力。沈辉仪是神鸟护卫后人，谢兰风是神龙护卫后人，他们两家的血统和信物，就是破开法阵的钥匙。
楚玉晨的喘气猛然粗重起来，长刀悄悄地放下，称霸三界这4个字侵蚀了他仅剩的脑子。你继续讲。柳苏苏清楚，肥鱼上钩了。解开这法阵需要3件宝贝：神府的镇魔乐谱，那上面记着神鸟血统催动法阵的口诀；沈辉一带的神鸟灵石，那是神鸟法力的凭证；谢兰峰的真龙珠，它是神龙护卫。龙珠是神龙法力的关键，也是解开神龙法阵局部的要害。我晓得解开法阵的全套法子，因为那是我家祖祖辈辈传的底细。楚玉晨，只要你搭把手，帮我除掉沈辉仪和谢兰峰，报了我爹的血仇，我就帮你解开法阵，拿到里头的顶级魔力。到时候别说一个惊鸿门派，全天下都得跪在你跟前。锁心崖边，狂风狂吹，巨大的好处冲破了最后一丁点顾忌。行，太妙了！柳苏苏，早先的烂账我就不追究了。只要你能帮我搞到法力，我就帮你报仇。咱俩合伙。楚一晨收回长刀，伸手死死掐住柳苏苏的膀子，定要让沈辉一跟谢兰峰死无全尸。成，玉晨大哥，咱俩一言为定。半年以后的双凤镇安魂大庙会做法那天，天地气息相通，刚好是法阵最弱的那会儿。魔族弟子现身在洞口。楚少爷，柳姑娘，修仙圈12家邪派全都点头答应跟咱干了，就等庙会那日，全凭2位发话。谢凉风的身子好了大半，又接着忙活处理族中的烂摊子，日子就这么不温不火的熬了半年。谢凉风的手下摸到城中混进不少魔族，明着暗着全在打听沈家老宅的底细，还有龙狮台的方向。最让我来气的是，昨晚半夜竟然有人摸到了后山法阵的仙气口子边偷鸡摸狗的踩点，被我当场逮住，没等我审出下一句就吞药死了，全是敢死队。谢凉风把信件扔在桌上。楚玉晨打锁仙崖跑了，跟柳苏苏叔串通了修仙圈10几个歪门邪道，凑了差不多500-600人，庙会那日肯定下死手。我正咬着秘制鸭腿，听完这话舔了下嘴边的油。要来就来，正好省得老娘挨个去待。上回在山洞没打过瘾，这次刚好连窝端。谢兰风走到我面前，他把手伸来摸了摸我的脑袋，就猜到你胆大。我斜眼瞅他，听你这口气，早就有准备了。给盟主打了招呼，300高手早就分散开来，守在镇子四周的关口。老陈木匠领人在大台子底下设好了绝命封魔大阵，只要那帮人敢在台边闹事，保证叫他们插翅难逃。镇里的街坊也送走大半去亲戚家串门，余下的都躲在几个有阵法护着的大院里。我听完撇嘴，把鸭骨头往桌上猛一摔。感情你全整利索了，那你还跟我废啥话？是想让你知道，无论出啥状况，我都在。还有个事儿，瞒你挺长时间。魏毅，我压根儿不是大城来的公子哥，我是当今江湖盟主的小儿子，四海龙族的老大，也是贝贝看守龙狮手艺的龙族接班人。我闪闪眼，没吭声。龙族、凤族打古时就穿一条裤子，我老祖宗跟你老祖宗结过血盟。贝贝何看双凤镇地下的法阵？他站了起来，犹豫着开口：我3年前跑这儿，不是想刻木头，是算准阵法松了，黑教老怪要卷土重来，我是想来保住沈家，保住你的。我拿拳头砸他。哼，我还当是啥吓死人的秘密呢？我早就识破你的底细了。哪家公子哥能随口使唤仙盟的帮手？他好像踏实了，把我一把搂在怀中，我贴着他，顺便又抓起一坨鸭肉嚼着。念在你成天雷打不动替我抢头锅羊肉面的面子上，瞒我这茬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光是不计较。他哈腰亲在我脑门边，那非得罚你，往后这辈子都得替我买头锅面，替我做幕前。好，这一辈子都替你做幕前。替我做幕前。我摸摸手，收回搞怪的脸孔。话说，柳苏苏乃是魔尊之女，她的最终算盘恐怕不只是寻仇。谢兰风目光一寒，绝对不能叫他们摸着阵法。我攥紧了拳，一丝通红神火从指头冒出。稳住，他们打不开。敢惦记这块地方，敢碰我的男人。活动了一下胳膊，笑得张狂。
远方传来乐器队的声音，夹着小孩的哄笑。欢实，真够欢实。安魂盛会这天，江湖各大门派的人也到了不少，我排了大半个钟头的队，都站酸了。总算从掌柜手中买到了招牌牛肉头锅面，好歹抢着了，割了2份肉，还有你稀罕的辣油，赶紧找个座，不然面发了。我冲谢兰风笑得开心，我们朝着座位走去。谢兰风含笑拿过面，我埋头大口吃面。慢点，没谁同你抢。话没落音，本来乱哄哄的集市死寂了一会儿。楚玉晨领着大几百号邪魔歪道杀了过来，手里提着妖刀仙剑，把50台围得死死，老百姓当即乱了，到处乱跑。亏得仙会的门徒早先躲在附近，暗中保着老百姓往没危险的去处躲。楚玉晨站在50台上，各位街坊，各位仙门同僚，神府偷藏邪术，他家的镇魔法谱是叫魂妖调，双凤安魂曲是招魔口诀，祖祖辈辈串通暗黑老魔，祸害全天下。今日我楚玉晨偏要除暴安良，逮住沈慧仪，交给仙门大伙处置。接着他打50台上蹦下来，走到我跟前。沈辉仪，你当真以为我稀罕你这没点用处的废物？若不是图你们神府的家当和镇魔法谱，我连正眼都懒得看你。哼，你跟你那烂神府，今日就该彻底玩完。讲完，他一脚踢翻我的羊肉面，瓷碗摔了一地，滚烫的肉汤崩湿了我的长裙。我盯着碎了一地的碗，脸上的乐呵马上不见，憋不住了。我败了老些年的病弱，今日不演了。楚玉晨，你个烂王八，招我就拉倒，胆敢踢翻老娘的羊肉面，今日绝对把你揍惨。楚玉晨瞅着我不吭声，狂妄大人。咋的？吓懵了？平常不是挺会扮柔弱吗？眼下小的怕了？我猛地扬头，冷哼一声，哈！我沈辉仪活这么大，压根不懂怕字咋写。楚玉晨，你找死！我猛吸一大口气，一套通天神拳打得呼呼作响，拳头上裹着亮黄色的神火，死死砸中楚玉晨的心口，当场被我干飞了，死死摔在双凤仙庙的宝山法阵上，当即撞破了半边光墙。他一大口鲜血吐了出来，跟着我顺手扯下武士红布当做鞭子使。那帮跟着来的邪教小弟被抽得哭爹喊娘，前一刻还是风一刮就倒得病千金，下一刻就变了一锤干倒修真高手的悍妇，全双凤阵的人都瞧呆了。我扭了扭手腕，一脚踩在他心窝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？我沈辉仪是神鸟正宗传人，老祖宗跟9天白猿神仙结过拜，祖传神功是通天神拳。你当真以为咱们神府祖祖辈辈光会抱着木琴弹小调？脚底加大力度，他当即痛得挤眉弄眼。再有，你想算计咱们家秘籍家当，连咱们家祖传的底子是全图，压根儿不是琴谱都没弄明白，就敢领着一波废柴来抢买卖。我扮娇弱，是懒得跟你们这帮小卡拉咪算账，成天打打杀杀多累人，不如去吃面。你还真当我是玻璃捏的花瓶，碰一下就烂。我弯下身子，靠近他那张发白的脸。最要命的是，楚玉晨，你招我就拉倒，你今日胆敢踢翻我的羊肉面，脚底再一碾。你不是没仙根的凡人千金吗？这绝不可能！他趴在地上，满脸打死不信。我扭头就看见谢兰风在人群最前面，他手里还提着重新替我买好的肉松与烤鸭，满脸全都是掩饰不住的欢喜与夸奖。面撒了，先吃肉，吃饱后才有劲头拆房。我接过烤鸭，顺便咬了一大口肉。听你的，吃饱了才好送这帮龟息。鸭腿皮酥肉嫩，油水顺着嘴边往下流。都停手！柳苏苏带人围了起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沾血的刀。他急忙跑到楚玉晨跟前，伸手去拉他，拉不动昏倒的楚玉晨，只好放弃。沈辉仪，你莫嚣张！玉晨大哥压根就没相中过你，他心里全都是我。我嚼碎嘴里的鸭肉，险些没乐出声。谢少爷，我明白你是被沈辉仪蒙骗了，他就是个会练武的泼妇，压根儿不衬你。只要你跟着我，我能助你抢到江湖盟主的宝座，助你弄到你想要的全部。谢兰风满脸无语。柳苏苏，你莫非疯了？命都快丢了，还在那儿做这种美梦？楚玉晨拿你当枪使，谢兰凤连看都不看你一眼，你还在这儿两头骗，不觉得荒唐吗？柳苏苏听后乐得疯癫。你们才荒唐！笑声没停，他猛然伸手扯烂自个红裙，显现出他脖子旁的黑色斜道花纹。没差，
我就是早年被你们神府压制的暗黑大佬的亲闺女，我的家人就是被你们神鸟族关在双凤地下的。我勾搭谢兰风，是为了抢到龙族的开启钥匙，全是为了今日我要破开法阵，叫我的家人重见天日，叫你们双凤小镇给我全家殉葬。所有人都看着他，柳苏苏满脸恶心。楚雨辰，从头到尾，你全只是我的废棋罢了。但我没猜到你竟然这么无能，突然朝我笑得吓人。沈辉仪，破开法阵的召魂牌一直在我的手头。今日我就要叫你和你那神府，还有这双凤镇一块碎骨粉身，给我老爹殉葬！我手指一弹，神火剪纸像流星一样射出，死准地扎透了柳苏苏的手脖。柳苏苏尖叫一声，召魂牌甩手掉落。我哼笑一下，柳苏苏，你当真以为老娘不晓得你今日的算盘？打你进到双凤镇的头一天，我就听清了你曲调里的暗黑邪劲儿。咱们神府辈辈看守法阵，暗黑邪教的味道，老娘闭着眼都能闻出来。我陪你装了2年，就是想瞧瞧你究竟想做什么。你的同伙还有谁？话没说完，人影跳到我面前，谢兰风手里的红木刻刀当即化为一把寒气逼人的斩龙剑，一个巨大的护体龙狮影子在他后头暗暗露出。你想抢龙族的开启信物？我一开始就看清了你的心思。你那香包里放的害人虫子，我早就丢了。你跟邪教的全部私信，都在我们手里。你的那伙帮凶早就被仙会一锅端了。你所谓的算计，全是咱给你挖的坑。我不信，哪怕是死，我也要破了法阵！他完全癫狂了，满身黑气乱冒，打算拼命勾动弟弟的暗黑邪劲。我冲着谢兰风愣了下，拿出木琴，指头压在琴弦上。谢大少，轮到咱们出手了。谢兰风点头，宝剑拔出，直指老天。行，龙凤联手，压下这妖孽。琴声响起，一首镇魔乐曲传遍全场，满天神鸟影子显现，响亮的神鸣声盖过了全部的杂音。就在此刻，长剑劈下，龙吼之声直冲云外。我扔掉木琴，放肆！也敢在双凤镇捣乱！一手通天神拳轰出，带着火红的神焰，给我缩回去！谢兰风跟着大喊：法阵合龙，长阵妖魔！龙凤虚影在半空合成一体，变成一个亮眼的光柱。弟弟的惨叫声慢慢没了，那个吓死人的口子被龙凤元气死死封住。柳苏苏刚好冲入光圈，我扑到他跟前，一锤砸在他的腹部。柳苏苏，你算计了10几年，到头来全是一场大梦。邪精断绝，他完全成了废材。我不服气，我不服气！楚玉晨见大局已定，打算悄悄逃跑，才爬出2丈远，就被我一脚跺在后背。沈姑奶奶，饶了我！我晓得错了，求你饶了我！我哼笑一嗓，坏了他的全部功力，放过你。你踢飞我羊肉面那会儿，咋就没想过放过我？先会的徒弟这才围上来。打完这架，我彻底现了原形，成了神话。没谁再敢管我叫镇上头号病美人，全部管我叫沈大锤、沈大佬，连面馆掌柜都清楚，给我多加一份肉松。19岁这一年，双凤小镇的乱子完全消停。我和谢兰风离开待了10几年的地方，我们开始了混迹江湖的时日。这一载中，我们逛遍了天南地北。我记得那日白云翻涌，我坐着大鸟，没想到江湖这么有趣，比成天在双凤镇扮病弱得劲儿多了。谢兰风抬手施法，替我拦下了大部分冷风。你想跑哪儿，我就随你去哪儿，天涯海角都随你。这话我爱听。于是我们果真踏遍了名山大川，在东海边上，我拿通天神拳把恶龙怪揍得直哭，龙脑壳都被我砸斜了。在西面大漠，我抱着木琴弹了一首安魂镇魔曲，治好了一整城让黑气折磨的小镇。隔天大伙送来99斤本地烤羊肉。在南方丛林，谢兰风替快要断代的皮影戏码刻了新话本，那功夫连80岁的老手艺都猛点赞。我们把双凤小镇的本事跟播种似的撒了一地。当然了，咱们也有闹情绪的时候。缘由是我从一个老龙族旧址上打听到，龙族血脉最纯的少主竟然能变成龙。好家伙，瞒我瞒得真严实！我沈辉仪这辈子最烦旁人蒙我，尤其是关于能变神仙这种要紧事。小小的还骑哪门子大鸟啊？直接骑你不就得了？我单方面宣告生闷气。
谢兰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牵起马绳走向沈辉仪。从那天起，我天天自个儿去买头锅面，做的离他8丈远，连个眼角都不给。直到这天，在凤翔面馆的分店，碗里添了2份肉和烤鸭。掌柜，我没点这些玩意儿啊。面馆掌柜是个明白人。沈姑娘，这是谢少爷早早叮嘱的，他讲一中一吃，天天都替你备着，还给了1个月的饭钱。喏，他就在门外站着呢，等你大半个月了。我心里一动，转头顺着窗户看去，谢兰风处在门外，手里提着我爱吃的肉松。这功夫，我全部的做作都跑到酒香云外。我凑过去，喂，进屋一块吃。他眼神当即亮了，乐着回：行。除却这点儿女心思，咱们也熬过了要命的难关。暗黑教的残党还不死心，好几回半道截杀咱们。有一回在断命崖，他们设下死阵，把咱们围在山崖上。谢兰风为救我中毒。辉宇，别管我，你跑！他赶我，我瞅着他，搂着他，脚踩崖边石阶，硬生生跳了下去。落地那会儿，把他死死护在怀中，脊梁猛地撞在石头上，不晓得折了几根骨头，自己跌得一身都是口子，却没叫他受半点擦伤。为清除谢兰风体内毒气，我单枪匹马闯了万魔洞，死磕洞主数百回，搞到了神药。那洞主是个1000斤重的大个子，最后我一套通天拳把他打懵了，到头来跪在地上叫祖宗。谢兰风醒过来那会是在一间破庙里头，他瞅着我满身是伤，当场就哭了。辉宇，对不住，全怪我没用，害你挂彩了。一贯温柔又心黑的龙族老大，哭得像个娃娃。我拍着他的背，傻瓜，我一拳能揍10个，往后我罩着你。也是，在这回过后，我们再也没吵过架。咱们在江湖上乱逛那会儿，偶遇柳苏苏的婢女，那会柳苏苏早已关押水牢多年。沈姑娘，这是我家主子在仙牢里写的，叫奴婢一定要递给沈小姐。信上柳苏苏讲，早年他确实有过一阵子，是真心稀罕过谢兰风。那年龙师盛会，他瞅着谢兰风满眼全是我那模样，眼红的发疯。我瞅着这信，半天没出声。谢兰风从后头搂住我，全过去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把信揣进兜里，小声道：说到底他也怪惨的，一辈子都在记恨，抢了一辈子不该自己占的便宜，到头来啥也没摸着。谢兰风攥紧了我的手，个人有个人的道，是他自个儿选了这条死路，咱们走好咱们自个儿的路就得了。太阳落山，余晖把咱俩的影子拽得老长。谢兰风，咱回双凤镇吧。我想老陈头了，想咱自个儿的家。谢兰风亲吻我额头，他总算现了龙身，驮着我嗖的一下飞远了。脚丫子刚沾地，四周就跟炸雷了似的。沈大仙回来啦！谢大少爷回来啦！熟络的吆喝声夹着热腾腾的水汽扑鼻而来。镇口的王大娘往我手里塞了一个刚出锅的烧饼，李大叔硬往谢兰风怀里怼了2坛子陈年老酒。20岁这年，我们不必再伪装。龙狮木雕铺子里，老陈头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些。瞧见咱俩进门，老头子手哆嗦的厉害，把那一套传了7辈的刻刀和图纸捧到咱跟前。沈姑娘，谢公子，我这木雕铺还有这传了7辈的手艺，就托付给你们了。你们是双凤镇的大英雄，也是这手艺最硬的接班人。我心里一热，赶紧伸手扶住他那干巴胳膊。陈师傅您放心，我们肯定把这手艺稳稳当当的传下去。老头子这才咧开嘴乐了，转身去了凤翔面馆。掌柜早就把靠窗那张砖座擦得锃亮。往后这地儿，谁敢跟你们抢？锅里的羊肉汤翻滚得正欢。这年的双凤镇安魂盛会比往常哪一年都热闹。我们一起站到高台上，我抱着木琴，一首双凤镇安魂曲流淌出来。谢兰风在我旁边拎着锤敲起了龙狮大鼓。台下武士队踩着我给他们改过的步子，乐器声悠扬，山歌转个不停，满镇子的烟火味儿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这才是过日子。盛会收尾那天晚上，咱俩又去了凤翔面馆。掌柜给咱煮了2碗，添了2份肉的头锅招牌羊肉面，汤清肉嫩，撒着绿油油的蒜花。我吸溜了一大口，舒坦的差点哼出声。吃到一半，谢兰风突然撂下了筷子，他冷不丁从怀里掏出个红木盒子，单膝跪地，我嘴里还叼着面条，傻眼了。你干啥玩意儿？谢兰风仰头瞅着我，眼里全是温柔。沈慧仪，4年前就在这面馆，我头一回见你就走了心。这4年，你救了我一回又一回，陪我闯了天南地北。我想一辈子陪你抢头锅面，替你刻龙狮。你愿意跟我搭伙过一辈子吗？
他打开盒子，里头是一只刻得跟活了似的小红木凤钗。他往里头灌了自己的本源法力，把它做成了能挡大灾的保命宝贝。我瞅着他，笑着把他拽了起来。成吧，罚你给我刻一辈子木琴。谢兰风笑着把我搂进怀里，低头亲了亲。行，一辈子都听你的。掌柜乐得合不拢嘴，顺手又给咱加了一盘子秘制鸭。丹桂树旁，石桌上摆着才卤好的烤鸭，我贴在谢兰风怀中，嚼着鸭肉。谢兰风，你说江湖的人全喊我沈大佬，会不觉得我半点不像南方千金？谢兰风丢下木刀，你是啥个模样，我都相中。你扮病弱那会儿，我中意；你一锤锤飞妖贼那会儿，我更相中。你只要做自个儿就得了。我撕下一块鸭肉，美得眯上了眼。滚蛋吧，病弱好欺！我这一生就得过得红红火火的呀。其实这世上从没有天生的弱者，也没有凭空而来的强大。我装了12年病秧子，不是懦弱，是扛起了守护家族传承和小镇安宁的责任。柳苏苏和楚玉晨机关算尽，最终一败涂地，不过是败给了自己的贪婪与嫉妒。真正的底气，从来不是靠伪装或掠夺得来的。当你敢于撕下别人贴给你的标签，勇敢做真实的自己，用力量守护所爱，用真心对待他人，你就会活成自己的光。愿我们都能不被世俗定义，不被偏见束缚，活得热烈坦荡，永远向阳而生。